今年冬季和往年不同，许多年轻人开始青睐棉袄和军大衣等物件，羽绒服慢慢跌落了神坛。现在大多数的羽绒服厂家纷纷面临倒闭的局面。按理说，羽绒服作为一款比较流行的冬季保暖神器，理应被人们所推崇，为何如今没人感兴趣了？这里是知识天梯。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主要从浅层次和深层次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对于浅层次方面的原因，首先就是价格太贵，这个想必不用多说，毕竟现在大街上随便一款羽绒服价格动辄上千元，许多人一摸自己的钱包，发现还买不起半件羽绒服，在这种情况下，顾客自然而然就被劝退了。其次就是如今的羽绒服假冒伪劣产品居多，比如有些顾客就曾发现自己购买的羽绒服里面居然塞着那些品质不一、乱七八糟的棉花，有些羽绒服里面甚至还塞着塑料。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购买羽绒服呢？买回去了怕不是要被冻死。第三就是相比于其他衣服而言，羽绒服比较难以清洗，一旦将羽绒服放入水中以后，很容易破坏羽绒服的结构，这样就影响到了羽绒服的保暖效果。如果将其进行机洗的话，还可能会造成羽绒爆炸。所以在这种种弊端的制约之下，人们也就对羽绒服失去兴趣了。至于让羽绒服掉落神坛的深层次原因，则是因为现在年轻人的消费观改变所致。以前的年轻人总是陷入那种消费主义陷阱和无限比较当中，大家总觉得幸福是比较出来的，如果不攀比一下，又怎能碾压别人？在这种心理的作祟下，人们就通过购买更好的商品来获得更多的满足感。此外，那时候的许多年轻人还喜欢模仿明星穿大牌，个个都有样学样。当这种潮流形成以后，羽绒服的销量也就蹭蹭往上涨了。现在大家不再对明星代言的产品表现出追捧之意，到底是为什么呢？究其原因，主要是大家都觉得只有被广告洗脑的人才会对高端大牌感兴趣，给他支付所谓的高额溢价。至于咱们正常人，大可不必去花这冤枉钱。套用如今网上流行的一句话来说，不是羽绒服穿不起，而是大衣更有性价比。当这种实用风潮流行起来以后，羽绒服也就渐渐失去市场了。其实像这种情况，就跟这些年流行的五菱宏光一样，在大多数人眼中，五菱宏光这类面包车就是实打实的生产工具。它不仅可以带你去诗和远方，还能帮你完成一系列苦力工作。比如这类面包车可以拉动一整支施工队，可以拖起一车建材，有时候拉着几百斤粮食蔬菜到了集市上以后，直接打开后备箱就能摆摊。可以说，这类实用类汽车才是真正符合平民市场的好车。按照一位老乡的说法，面包车和皮卡去得了沙漠，下得了泥泞，不仅瓷实耐用、油耗低，而且价格还便宜。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车不就越来越有市场了？换句话说，一旦一项产品成为了同类产品中性价比的巅峰，那么它无疑就是人民群众的最爱。这就是品牌产品和实用产品之间最为显著的差距。其实也不光是我国，像咱们的邻国日本也流行这种实用风。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由于日本经济到达顶峰，以至于许多日本年轻人纷纷沉迷于奢侈品，尤其是一些日本少女不惜出卖色相，也要买个名牌包包来炫耀。但随着这些年日本经济的衰退，老百姓意识的转变，大家纷纷开启了去物欲，也就是把家里没用的东西都给扔掉，只留下几件生活必需品。用日本年轻人流行的一个词来说，那就是极简主义。在这种极简主义的影响下，大家对于各项物品的选择也就比较随意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以前的许多日本年轻人动辄挎个名牌包包，在逛街时极尽炫耀。然而现在的日本人在逛街时，大家随便挎个布袋子就去了，对那些名牌包包丝毫不感冒。这是什么因素导致的？究其原因，主要是相比于名牌包包而言，布袋子不仅价格便宜，还经久耐用。当布袋子的性价比凸显出来以后，它也就成为大众级产品了。因此，在当今这个消费低迷的时代，唯有那些平民级产品才能占据市场的主要地位。
关于这一点，我国的一些经济学专家也给出了相应的数据支撑。比如前些年，我国某位经济学家就曾表示，中国有6亿人的月收入低于1000元。这个数据发出来后，很多人还不信。直到近2年，北京师范大学的李石团队亲自给出了调研数据。根据数据结果来看，我国有9亿人的月收入是低于2000元的。由此可见，大多数人的消费能力确实没那么强。李石团队就曾表示，在中国，仅仅只有少数人的消费能力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至于大多数人只能消费一些低端工业品，比如大衣、花棉袄、布袋子这类物件。也正是由于我国居民消费能力的不足，这才导致了拼夕夕的崛起。因为拼夕夕主打的就是一个廉价模式，不论什么产品，在拼夕夕那里总能买到低配版本。大家用完这些产品之后，发现还凑合，也就慢慢离不开了。这就是拼夕夕市值能超过阿里的重要因素所在。相反，如今的许多大牌明明是依靠平民市场起家，后期却打着产品升级的旗号大改特改，以此来彰显自己的高端形象。当这些品牌极力想脱离大众的时候，他们也就离倒闭不远了。换句话说，你的成就并不是你自己创造的，而是市场给你的。当你满足不了基层需求的时候，也就慢慢被市场给抛弃了。羽绒服如此，其他品牌亦是如此。为今之计，只有迎合市场，迎合大多数人的消费，才能换取一线生机，否则的话，就只能一败涂地了。知识天梯，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我们下期再见。